2012年年底啊，重庆市一名正厅级官员被偷拍的性爱视频引爆了中国互联网，从而牵出一宗举国关注的大案。有奸商啊招募训练多名年轻女性，让他们色诱官员，并且偷偷拍下发生关系的全过程，然后呢假装捉奸要挟官员，勒索金钱或者是工程项目。在这个连环仙人跳的犯罪游戏中，21名重庆关键部门的厅处级干部中招，屈从的官员们被迫进行利益输送，让这个色诱行动策划者的公司啊资产壮大到10亿规模。这是用魔法打败魔法的真实写照，这是不可一世的官员拜倒在石榴裙下的荒诞故事。咱们今儿啊就来聊聊当年山城的桃色陷阱是如何令官场现形的。2012年11月24号，重庆江北机场附近的一个小区，赵红霞登录了 QQ， 滴滴滴滴，是一个前同事的留言：嗨，你认识的雷正富出事了，赶快上网看新闻吧。赵红霞呀找到了新闻，打开一看，脑袋嗡的一下，那是一段偷拍的性爱视频。偷拍设备呢放在床头一侧，把男人的面容啊、动作啊清晰的录了下来。男人40-50岁，已经谢顶了，头大脸宽，左脸啊有一颗黑痣，特征非常明显。他呀就是雷正富，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，正厅级。女主角呢大部分时间是躺着的，起身后也只能看到侧影，但赵红霞知道那就是她自己。这段视频啊引发了中文互联网的狂欢，就连 BBC、纽约时报也在追踪报道。雷正富的相貌、神态和女士的互动被人们反复的揣摩、品评和嘲笑。还有网友掐表计时，雷正富从开始到结束只有12秒，因此啊把它称作12秒哥。作为女事主呢，赵红霞并不是第一个看到这条视频的。就在此前一天，重庆纪委已经确认视频中的男主就是雷正富，决定免去他区委书记的职务，并立案调查。电脑前的赵红霞则像掉进了冰窟窿，为了逃避过去的噩梦，她隐姓埋名，刚过了2年安生日子。这个视频会不会被丈夫看到呢？雷正富被抓会不会牵连到自己？1岁多的女儿长大了后，怎么跟她解释啊？她立即约见了以前和自己角色相近的谭姓女孩商量对策。但是2个人都很迷惑，这事儿不是2009年已经被公安处理过了吗？还以为翻篇了。这视频当时已经被扣押了，怎么会突然流到网上去呢？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啊，咱们还得从头说起。1982年，赵红霞出生在重庆开县，父母都是农民，弟弟残疾，行动不便。赵红霞呀，初中住校，把咸菜装满一罐子，这就是1个星期的下饭菜了。每星期5块零花钱，到寒暑假的时候呢，能攒下50块钱拿回家。春忙时啊，在水田里弯腰插秧，双脚泡得肿胀。暑假呢，到地里摘花生，晒得脸蛋通红。妈妈看着心疼，想给她买件新衣服。赵红霞会说：“我就爱穿旧的。”她看到男孩会脸红，不敢说话。这个时候的她呀，是典型的农家女，吃苦、节俭、腼腆。她成绩不算好，初中毕业后到技校上学。18岁那年进入重庆公交公司当售票员，工资不高，勉强够房租和日常吃穿。后来啊，赵红霞跑去酒店短暂打工，也当过护工，甚至一度到广西加入了传销组织。那是2007年，赵红霞刚刚丢了工作，她病急乱投医，托一个在安利听讲座认识的朋友帮忙找工作。当25岁的赵红霞还陷在社会的泥潭中，为了温饱挣扎求生时，雷正富已经是重庆北碚区区长，直辖市的一方大员了。那他们又是怎么相识的呢？雷正富出生于1958年，比赵红霞大24岁。他的家乡在重庆长寿县，距离赵红霞的老家呢有300公里。他18岁当了老师，随后用了30多年奋斗到北碚区区长的位置。在下属眼中，他果断、豪爽、有想法，而且呢注重自身形象，在公开场合表现得亲民和蔼。无论是年龄、阶层还是经历，赵红霞和雷正富都隔得太远了。2人之前没有任何的交集，以后也不太可能有交集。直到某一天，赵红霞遇到了一个叫肖烨的人。那天啊，朋友在饭局中给赵红霞介绍了一个叫肖烨的人，他自称是香港华伦达公司重庆代表处的负责人。饭局上啊，他主动找赵红霞要了电话号码。2007年9月16日，农历8月初6，赵红霞生日那天，肖烨打来电话，说自己公司的员工在聚餐，叫赵红霞到一家火锅店去吃饭喝酒。赵红霞呢，平时酒量不错，喝7、8瓶啤酒都不会醉。但是那一次啊，他说自己只喝了1瓶多就醉了。
宵夜的几个跟班扶着他到宾馆开房。进了房间，赵红霞说：“我想回家。”宵夜的跟班说：“老大还有应酬，等下要过来。”赵红霞迷迷糊糊地泛起狐疑，他过来干什么？想着想着呀，他就睡过去了。半夜，宵夜开门进来，扒赵红霞的衣服。赵红霞被惊醒，开始反抗啊，衣服被宵夜扯掉了扣子。最终，宵夜强行和他发生了性关系。赵红霞回忆说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他很生气，但是宵夜说真的很喜欢他，会对他负责的，让赵红霞做他的女朋友。赵红霞呢，先是拒绝，但是很快就改变了想法。既然已经被迫跟他上床，生米煮成了熟饭，就同意以后跟他在一起了。他从前台要来针线，缝好了扣子，离开了宾馆。过了1个月，宵夜再次和赵红霞联系见面，得知赵红霞还没有工作，宵夜给了他5000块钱，说现在啊公司也挺困难的，亏了几千万。这么难的情况下还这么仗义，让赵红霞很感动啊。于是当晚呢，二人又去开了房。宵夜叫赵红霞到自己公司去上班，但是希望他们的暧昧关系不要让公司的人知道。赵红霞每天拿着公司的宣传彩页到各处机关单位推销服装，宵夜经常诉苦，说公司经营不容易，资金很困难，还说起一些官场上腐败的事儿。赵红霞听的是又担心又着急呀，男朋友做的都是大生意，自己什么都不懂，怎么才能帮到他呢？她觉得自己很没用。有一天啊，宵夜在办公室让弟弟严鹏给赵红霞播放了一段偷拍的性爱录像。严鹏就介绍说了，这录像里的男人呢是某单位的领导，女人是自己的老婆，陪这个领导睡觉之后给公司签了大单子。他说，我想得开，我们现在有车又有房，还可以搞很多钱呢。铺垫的差不多了，宵夜对赵红霞就提出啊，可不可以像这个女的一样去陪领导睡觉呢？然后公司就可以签到很多单子了。他说啊，当我的女朋友就要帮我嘛，为了2个人的将来就应该这么做。赵红霞一开始啊不同意，但经不住宵夜的花言巧语，最终答应了这个色诱计划。他后来说啊，我太单纯了，太看重感情了。而赵红霞和雷正富这2条原本不可能交叉的平行线，在宵夜的拨弄安排下即将相遇。到这儿啊，咱们也该说说这宵夜了哈。1964年生人，籍贯四川岳池县，本名严宗义。2003年呢，他在四川犯敲诈勒索等罪被判刑1年0.6个月。出狱之后啊，他改名为宵夜，到重庆发展。2005年8月，宵夜和弟弟严鹏在重庆成立了香港华伦达服饰有限公司，主业呢是服装销售。哥俩的朋友许社清也加入公司，担任人事部经理。此人啊，也是这个故事中的关键角色。2007年下半年，他拿着公司的服装去卖，结果被偷了。为了弥补公司的损失，他就想了一个招，那就是偷拍地方官员的性爱视频，让公司跟更多的领导搭上关系，利用领导推动公司的发展。色诱领导那肯定不可能靠他们这3个大男人啊，他们需要很多女人作为诱饵。许社清呢负责招聘，女孩要年轻要漂亮。新员工上班后啊，他就便假称说肖老板呢是香港人，家里很有钱，8岁的时候被人抱到大陆养大的，长大后并没有回香港背靠家族的大树乘凉，而是留在大陆奋斗做生意。后来啊，他的老婆和娃儿都在一场车祸中死了，一直单身一人。正是这么一个重情重义、坚强独立的人设，打动了不明真相的赵红霞。而其他女孩呢，跟赵红霞的遭遇也差不多，先是被打动，继而被灌醉，被强奸或诱奸。宵夜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女朋友，没人说得清。能够被确认的信息是他结过4次婚，现任妻子比他小18岁，也在公司上班，对外说是他的干妹妹。但很显然，丈夫的色诱套路不可能瞒得过他。宵夜啊，经常带着女朋友们陪领导吃饭、唱歌，手把手的教他们跟领导套近乎。他给赵红霞弄来了伪造的身份证、学历证书，把她包装成大学毕业生，还给女孩们买了工作手机，专门用来给领导发短信。内容通常是：领导您好，我是某某某，在某某地方见过您，对您印象深刻。我刚从大学毕业，没在以前单位上班了，也没在模特队培训，现在啊在华伦达集团上班呢，希望您有空出来吃饭。遇到什么周末节假日啊，或者天气变化，宵夜也都会要求他们发短信。领导您好，又是1周过去了，您工作忙吗？天气突然转凉了，请注意及时添加衣物哦。这些短信啊，一般都是宵夜口述，女孩们记录并且群发的。
短信的对象都是党政干部，特别是单位的一二把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普普通通的小生意人萧烨是怎么拿到领导们的手机号的呢？这个呀，又是许社清的功劳。他搞来了2本政府领导通讯录，渠道是重庆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名干部。此人曾向许社清借过3万元的高利贷，月息12%。后来许就告诉他，想通过官员找关系做工程，他就给许复印了7、8、10页 A4 纸的通讯录。用于偷拍的设备呢，并不复杂，包括针孔摄像头、MP4 差不多烟盒大小，一头呢连着摄像头，再安装到女士提包里，就可以通过提包侧面一个黄豆大的孔偷拍。严鹏先在办公室试了试偷拍效果，又把赵红霞等人叫到宾馆，教他们如何打开设备，放到什么位置才能拍到人脸。开始行动之后萧烨发现这样子广撒网，领导们上钩的概率并不高，所以必须珍惜每一次机会。对赵红霞等女孩的任务，他布置得非常细致。跟领导见面后，只聊生活琐事，少谈工作。第一次见面时要带上用于偷拍的手提包，让对方对包有印象，消除戒心。前几次见面不能上床，要让对方感觉自己是正统女孩。开房的时候不要一起进酒店。2007年10月，重庆北碚区区长雷正富接到了一个叫小雪的女孩的电话。小雪说自己是一个香港公司的运动服推销员，有好几次在一家4星级酒店见过雷正富，很想跟他再见面。雷正富回复说有时间再约。后来双方经常短信联系。2008年1月中旬的一天，小雪接到了雷正富的电话。这一次区长大人终于咬钩了。两人在渝中区一家茶楼见面。小雪自我介绍说，她是重庆工商大学毕业的学生，老家在开县，父母都在深圳打工，自己呢在华伦达公司工作。雷正富也算是阅人无数了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人向来好色，他有很多香艳的传闻，比如说包养美发院的老板，把宾馆女服务员给捧成公务员。小雪呢让雷正富产生了新鲜感，这女孩的相貌虽然算不上美若天仙吧，但面容清秀，穿衣朴实，没有多少风尘气。总之印象不错，两个人聊得很开心。1周以后俩人约在一个歌厅欢唱1个多小时。雷正富拿了1000多元让小雪去宾馆休息。小雪呢开了一个单人间，把房间信息发给了区长大人。在那儿，2人发生了第1次性关系。这个小雪呢就是赵红霞。在雷正富进房间之前，他把装着针孔摄像机的包包放在了左边的床头柜上，按下了拍摄键。结果萧烨觉得那次的拍摄不太清晰，让赵红霞重新约了雷正富。过了1周，剧情重演一遍， K 歌、开房、幽会、摄像。赵红霞记得雷正富走后，他用 MP4 看了看录像，这次拍的效果可以。2008年的大年初1和情人节，赵红霞又2次约到雷正富，以过年的名义，区长大人也拿出5张面值1000元的购物卡，赵红霞只收下了2张。情人节那一晚，在一家5星级酒店，2人发生关系后，洗完澡，穿好衣服，喝茶聊天。突然砰砰砰传来了敲门声。赵红霞打开门，闯进来2名男人，他们先是殴打雷正富，说居然敢搞我女朋友，然后呢又打了赵红霞，边打边骂，你他妈敢背着我偷人。雷正富此时还心存侥幸，他狡辩说2人只是朋友关系。没想到这个时候呢，又进来了一个男人，自称是私家侦探，拿出一个类似于摄录机的东西，播放了一段视频，是雷正富和赵红霞之前在宾馆的性爱录像。这下雷正富脸色苍白，一言不发。后来他回忆说，他们做出一副要找我算账凶神恶煞的样子，还在那手舞足蹈的，还说要把视频向社会公开出去。他完全乱了阵脚，竟然试图抢夺 MP4， 结果没抢到。雷正富只好问赵红霞该怎么办。赵红霞在一边哭着说，男朋友刚出狱，只听公司肖总的招呼。大约过了20分钟，肖总出现了，他把雷正富拉进卫生间询问情况。雷正富说，我是北碚区区长。萧烨就呵斥了其他人，让他们离开，然后呢递给雷正富一张名片，让他放心，这个事情呢清楚了，后头我再来处理，你可以先走。终于遇到了个文明人雷正富松了一口气儿。他给了萧烨一张名片，说非常感谢肖总过来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。他还抱怨说，你的员工太不文明了这个事情你要处理好。区长的气度似乎又回来了。
肖烨自认为这个局设计得非常周密，在现场播放视频是要让雷政富知道把柄被拿捏住了。有人冒充男朋友是为了让雷政富知道会有人不依不饶，而有人冒充侦探是为了不让雷政富察觉到视频的真实来源。所有人都是化名，避免日后被打击报复。为了确保现场的效果，众人事前在宾馆和公司都搞了演习呢，反复排演机位、台词、出场顺序。捉奸雷政富的时候一个跟班因为演得又凶又狠，获得了肖烨的表扬。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肖烨扮演的和事佬的出场做铺垫。肖烨认为，从现场看对方相信我是可以控制住局面的。他要让雷政富知道，我不是设计陷害的坏人，而是消除视频威胁的好人。捉奸的戏算是演完了，肖烨迫不及待地让雷政富办事儿。第二天肖烨安排赵红霞反复的打电话，告诉雷政富自己怀孕了，要把小孩生下来，要和他结婚。这下雷政富急了，立刻打电话给肖烨，要他赶紧摆平。而肖烨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，让雷政富主动来找他。不久雷政富接到了肖烨电话，称事情已经处理好了。晚上二人见了面，肖烨告诉雷政富，他已经将 MP4 砸碎扔到了河里。肖烨后来说他交出光盘，用意是暗示视频的原始文件还在他手里，那是谈判的筹码呀。雷政富呢也不傻，当然不相信文件已经被销毁，但是表面上又不得不装得很相信的样子。俩人心里都在打着小算盘。这时肖烨的话锋一转，说最近公司资金周转紧张，希望雷政富帮忙协调解决500万元。雷政富瞬间就懂了，他想搞我的钱了，用捉奸和性爱视频来要挟我嘛。不过他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叫来区里的一位企业老总，说肖烨需要融资300万。老总呢很爽快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他借出去的钱既没有抵押也没有担保。这位老总事后对警方说自己的企业在北碚区，雷政富关照过公司，这次算是回报。这300万是肖烨赚到的第一桶金，他还了20多万的信用卡账，又用了190多万买下了500多平米的办公室，还从雷政富那儿拿了总造价2600多万的3个工程，以及一个2万平方米的安置房项目。其后肖烨承揽了大量重庆各区县的政府工程，一个濒临倒闭的服装公司就这么在4年时间内发展成了一个员工600多人、固定资产近10亿的永煌实业公司。当然这不是雷政富一个人的功劳。根据官方调查，被肖烨做局色诱的官员一共21人，其中党政干部15人，国企领导6人。小小的针孔摄像头成就了大买卖。2009年，春风得意的肖烨突然被警方盯上了。据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的报道，雷政富一再被他敲诈之后，觉得不是长久之计，于是主动向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坦白。薄熙来呢，指定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办理。而财新杂志提供了另一种说法，说在王立军主持下，重庆警方搭建了大情报系统，12分钟内可将全国13亿人查询一遍，4分钟可将全国在逃人员核查一遍。这个系统呢，捕获了肖烨手机号和不少官员的互动信息，警方顺藤摸瓜，从而发现了这个桃色圈套。总之王立军已经手握案件线索。2009年年底，他安排得力助手副局长郭维国查办这起敲诈党政干部的案子。他给出2个手机号，说是嫌疑人用于敲诈的号码。这郭维国就是后来办理尼尔海伍德死亡案中包庇博古开来的那个人。他手下的专案组办事能力很强，半个月时间就查明了一切，并迅速抓到了肖烨、赵红霞等人，缴获了视频资料和很多张光盘。郭维国向王立军单独汇报案情，王立军说案件重大，涉及面广，影响极坏，得向市委、市纪委汇报。他要求郭维国赶紧把那些性爱录像交给他。郭维国后来说，他不知道王立军到底有没有把录像上交。王立军呢，在重庆市公安局主楼15层有一个档案室，抓人小辫子的材料应该都放在那儿，但后来谁都没有找到。专案组这个时候呢，有些为难，王立军对案件没有进一步的指示，更要命的是缺少受害人的指控毕竟这些被偷拍的高官大员，谁都没脸承认这种事儿专案组在搜查肖烨办公室的时候，除了性爱光盘和硬盘，还抄出了几枚假印章，他们只能以私刻印章罪进行追究。最后肖烨被判有期徒刑1年，缓刑2年，赵红霞被刑拘1个月。
这个案子呀，淹没在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运动中，没有引起什么关注。但王立军似乎才是案件的受益者。据财新杂志报道，在性爱录像交给他之后呢，那些深陷桃色圈套的重庆党政官员，不少人就成为了他经常召唤的对象。雷正富更是伺候在王立军的鞍前马后，像是一个跟班。2010年6月，肖烨走出看守所，恰好在这个月，雷区长刚刚升任北碚区区委书记，偷拍事件并没有耽误他的仕途。肖烨给雷正富发了条短信，说自己已经回到了家里。雷正富回复说，回家是好事儿，好好过日子。这时候的肖烨日子确实好过，他个人账户趴着230多万，名下拆迁公司呢有现金1000万。他给自己买了一辆价值250万的奔驰 S600L， 给妻子也买了一辆价值61万的奔驰。但是肖烨这人有一毛病，就是对手下的人太抠门了。赵红霞、严鹏、许社清等人呢，都算是为公司立了大功的人了。那每个月的固定工资才2000块，他们偷拍性爱视频也没有得到额外的太多好处。从雷正富那儿搞到300万以后，肖烨只给了赵红霞4万块。赵红霞呢，也最终得知肖烨不只是和他耍朋友，公司很多女孩和他的角色一样，都是被欺骗操纵的工具人呢。他还得知当初肖烨在酒里下了迷药，从而跟他发生了性关系，其他的女孩也都是类似的遭遇。赵红霞在内的几位员工心灰意冷，决定离开。他们从一张肖烨名下的信用卡取现8万元，赵红霞分得3万。总体来说肖烨布置的任务，赵红霞完成的是比较出色的。他参与色诱6名官员，除了雷正富，还有重庆市江北区常务副区长、重庆市政府金融办公室主任、重庆合川区区长、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副总经理、重庆市教委主任。这些重量级官员帮助肖烨公司固定资产发展到10亿规模，但赵红霞总共得到的呢是7万块钱。亲兄弟严鹏也和肖烨闹翻了，肖烨曾经找严鹏借了30万，承诺挣到了钱就还。现在日子好过了，依然推三阻四，不愿意还钱。严鹏决定一拍两散，从哥哥家偷出了一张光盘。他事后交代，这光盘后面都写着字呢，我只拿走了写着雷字的，因为我只认识雷正富。以光盘为筹码，严鹏也从雷正富手里拿到了2个工程，造价800多万。2012年5月，因为没得到老板画的大饼，负责招募女孩的得力干将许社清也离开了公司，另起炉灶，还带走了几名女孩，想复制之前的商业模式。他甚至想让赵红霞去新公司帮忙，教女孩们如何色诱政府官员，如何拍视频。这次赵红霞没答应，她换了手机号，找了新工作。2010年嫁给了一个个体包工头，生了个女儿。她以为过去的一切已经翻篇了。2012年夏天，许社清在家里头翻出了一个 U 盘，里面是雷正富的性爱视频，那是他以前偷偷从肖烨的电脑上拷贝的。他想到老板那些化为泡影的承诺，什么买别墅、买宝马、送股份的，恨意难消就产生了报复肖烨的想法。他觉得如果掀翻了雷正富，不就等于搞垮了肖烨吗？通过河南老家的一位朋友搭桥，他在北京的一家餐馆见到了记者朱瑞峰。对方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名叫人民监督网的网站，雷正富的不雅视频又被拷贝到了朱瑞峰那里。11月20日下午16点41分，朱瑞峰把雷正富的性爱视频发布到网上，瞬间他的网站就瘫痪了，20多万人同时在线，他赶紧又上了8台服务器，16台服务器同时运行。朱瑞峰告诉凤凰卫视记者，曾有人打电话来替雷正富求情，那人自称是北京糖果 KTV 的老板，叫侯军。他还把朱瑞峰的家庭住址发了过来，显然是一种威胁。而雷正富呢，也亲自打来电话向朱瑞峰苦苦求情。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听当时这个雷正富和爆料人之间的一段对话。你那个资料不该上网就不要上网了，如果上了什么网，你不要取下来了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兄弟？有没有那个情况？是这样，因为我们也是通过编委会已经研究了，你国门你怎么这样啊？就说我要谈噻，还谈噻，那个编委会嘛你是主编噻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咱们兄弟怎么这样啊？是吧？你既然要认这个兄弟的话，那我不找别人，我找你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就拜托你哈。这个咱们既然是兄弟一场，我知道
这个你不是以我为敌的，也不是想整我的，是不是啊？想结交那个朋友，那你就应该把那些钱处理好，对不对？你总要赢得哥们儿的信任嘛，对不对？你说是不是？那就拜托你哈，这个抓紧把它处理好，好不好？春节过后见，说一半来，拜托你啊，就这样吧，好。但是啊，一切都晚了。这天恰好是重庆市新的市委书记孙政才到任，重庆官方很快决定免去雷政富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，立案调查。从视频流出到官宣免职，只用了63小时。作风问题其实不足以受到司法惩罚，但不可避免的，雷政富的经济问题藏不住了。2013年6月19日，他被押上法庭。检方指控中，雷政富最大的一笔受贿就是他协调给宵夜的那300万借款。雷政富呢，辩称和赵红霞是恋爱关系，耍朋友而已。他还说自己错找了一个女人，愿意承担党纪政纪处分，但坚持不认为构成犯罪。庭审中，他表现得很平静，时不时仰望天花板，还2次往后靠着椅背，像是坐在大班椅上，被法警当即纠正。最终，雷政富被判刑13年。2024年1月，有媒体求证后披露，雷政富获得刑满释放。雷政富的性爱视频引发的巨大反响，让许社清开始害怕。他把视频从 U 盘中删除，又把 U 盘砍成几段，包在纸里扔掉。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。视频流出第3天，重庆警方将肖烨、许社清、严鹏、赵红霞等人刑拘。最终，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肖烨有期徒刑10年，许社清4年，严鹏3年6个月，赵红霞有期徒刑2年，缓刑2年。赵红霞在看守所时对律师说：“老公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，怪只怪我和他晚认识了几年。”她请求公众给她的家人一些生活空间。她说：“我自己做的事儿一个人承担，恳请看在玩的面上，千万不要公开老公和玩的相片，他们太无辜了。”事件发生后，赵红霞的丈夫不堪其扰，每天不是不敢出门，就是不敢回家，精神几乎要崩溃。她在接受《齐鲁晚报》记者采访的时候说：“小女儿还不满2岁，每天都在喊妈妈，非常可怜。”对于之前的经历，丈夫说：“赵红霞呢，文化不高，有些想法很简单，没什么心机，过于轻信别人了。但是我们2口子的感情一直都很好。”他很气愤的是，赵红霞与那些官员的事儿，2009年就向公安机关交代过，却迟迟没有处理，这才导致后来的家庭悲剧。确实啊，重庆警方在2009年就侦破了这个案子，但是并没有对偷拍的党政官员、国企高官进行询问和追责，他们的仕途没有受到影响，不少人还升了官。2012年事发后，重庆官方信息显示，被色诱的一共有21名厅处级官员，其中一部分人被处理，还有一部分的名字受处分情况并没有公布。在被处理的官员中，有的只是党纪处理，依然是国家干部，甚至能继续享受此前的职务待遇。南方周末的记者在2024年发现，有的官员仍然活跃在政坛。在这场官员性爱视频引发的网民狂欢中，赵红霞是最吃亏的那个角色。她失去了基本的隐私，关于她的段子满天飞，人们调侃她是反腐英雄，好奇她有怎样的魔力能吸引那么多的厅处级官员。赵红霞当然不是无辜者，她已经为她的行为付出了代价，但她只是一个工具人，在所有的环节中，她是最弱势的那一环。在这个由金钱、权势和欲望编织的陷阱中，她甚至连拒绝的资格都没有。而吃瓜群众的娱乐狂欢中，她最后成为了被消费的主角，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。感谢收看 M2 档案，咱们呢，下期再见。